我们要开始上课了，喜欢云面小学堂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和打开小铃铛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书写作文，6年级华文第17单元，我爱大自然，一碗水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要书写的作文是配合华文课本第134页的第5题，习写一篇描写家乡景物的文章。好，老师就写了这一篇作文，我家乡的森林公园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书写吧。想到森林公园，当然我们会想到一些自然环境，比如瀑布、树木，各种各样的树木、花儿，还有人工湖，这些都是森林公园的情景。首先，我们先写开头，大略写出它的地点和风景。我的家乡有座森林公园，那里风景优美，景色宜人，是个令人陶醉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入内容了。我们可以进一步叙述森林里有的东西。第一个是瀑布，形容森林公园里的瀑布。在哪里呢？在大门的上面有个瀑布。那么用比喻手法，像银河从天而降。这样写这个句子，森林公园大门的上面有一个瀑布，像银河从天而降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生动地描述瀑布的水落在地上的情景。当瀑布的水落在地上，便会溅起朵朵白色的水花，晶莹剔透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写，瀑布落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水花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银光，晶莹剔透。内容一就这样写，把刚才的句子组成一段。森林公园大门的上面有一个瀑布，像银河从天而降。瀑布落在地上，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水花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着银光，晶莹剔透。接下来的内容，我们可以描述树木和花朵，这些词汇可以协助你，比如映入眼帘、千姿百态、葱绿草地。好，我们用这些词汇来写一个句子。进入公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千姿百态的树木，树扎根在葱绿草地下的泥土里。有树就有花。这一段我们就描述各式各样的花，各种各样，盛开、绽放，一幅美丽的画。好，把各种各样的颜色都写出来。此外，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儿，有淡黄色的、粉红的、桃红的、雪白的、淡紫色的，形成一幅美丽的画。把刚才的句子组合起来，就是我们的内容2了。进入公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千姿百态的树木，树扎根在葱绿草地下的泥土里。此外，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儿，有淡黄色的、粉红的、桃红的、雪白的、淡紫色的，形成一幅美丽的画。森林公园里有许多种花儿，我们可以用比喻手法来书写这些花，比如像节日的礼花，像康懒的睡美人，像彩色的绣球等等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书写内容3，怎样把它书写得更加生动呢？这里用了一些成语、比喻手法以及比拟手法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，它们不但颜色不一，而且形状千姿百态。这里千姿百态就是成语了，有的竞相怒放，像节日的礼花；有的似放非放，像康懒的睡美人；有的含苞欲放，像彩色的绣球。好，竞相怒放和含苞欲放也是成语。接下来，美丽的花仙子
精心的打扮森林公园，吸引了许许多多的游客。这里的蓝色句子就是比拟手法。你看，用了比喻手法、比拟手法和一些成语，这个段落就变得生动很多了。在内容4的时候，我们写出森林公园是有一个人工湖的，人工湖里有色彩鲜艳的鲤鱼，穿着不同颜色的礼服。好，这个句子就这样写吧。森林公园里有一个大大的人工湖，湖里有色彩鲜艳的鲤鱼，它们在做什么呢？它们穿着不同颜色的礼服，欢快地摇着尾巴，好像在跳集体舞。再来，我们又叙述在人工湖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有喝彩声，争着去喂它们鱼食。他们出色的表演迎来了一阵阵喝彩声，逗得小弟弟、小妹妹们争着去喂他们鱼食呢。把刚才的句子组成了，就变成内容4。森林公园里有一个大大的人工湖，湖里有色彩鲜艳的鲤鱼，它们穿着不同颜色的礼服，欢快地摇着尾巴，好像在跳集体舞。他们出色的表演迎来了一阵阵喝彩声，逗得小弟弟、小妹妹们争着去喂他们鱼食呢。好了，我们来到最后一段了。在最后一段，我们可以写出其他的景色和感想。森林公园里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假山，叫不出名字的小亭子，儿童乐园，每一处都让人流连忘返。这篇作文就书写完毕了，记得在家可以参考华文课本的第134页。拜拜。